女友正在求我给他弟50万彩礼娶老婆，我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他弟的女朋友，得知他家只需要30万彩礼，好一个中间商赚差价，我直接给他100万，叫他做我的女人。郑峰，你这畜生，你不是人，我跟你拼了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有俩臭钱了不起是吗？姐夫抢小舅子的女朋友，你还是人吗？温清玄，前世我舔了3年的女友，在末世后将我残忍分尸，我暗暗发誓这一世一定要让他们一家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但现在末世还没有来临，秩序还未崩坏，报仇就留到末世后也不晚。不等温清玄回过神来，我拖起他就丢了出去。他以为是因为自己欺骗了我才导致我如此的生气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滚！温清玄彻底怒了。郑峰，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？不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暴发户吗？以为自己随大流炒房赚了几个钱就是成功人士了？告诉你，老娘就从来没用正眼看过你，敢打老娘，你给老娘等着，早晚有一天老娘要你倾家荡产，子无葬身之地。老子等着你，让我家破人亡。随后郑峰就去筹备食物和末世所需要的一切物资，打点好一切后，秦怡就打来电话约他去吃饭。来到餐厅，这秦怡真是风姿卓越，我真是个傻缺，前世跟舔狗一样缠着温清玄不放，温博那个蠢货能交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不是拿着我的东西装逼骗女人。就在这时，温清玄一家被服务员领到郑峰后面一桌。服务员，把你们店最出名的春秋席来1套，再把82年的拉菲、飞天都给我来2瓶。呀，春秋席那可是要8万8一套的，您确定？以前你都是点6600的商务餐的。看你他妈什么语气？以为老子我姐给不起是吗？对不起，温总，我现在就给你上。雪，你放心，以你的美貌和气质，不用等到明天，那个郑峰肯定又像个舔狗一样追到咱家里来。你就听我的，这次先晾着他几天，别理他。这狗东西敢对姐姐你呲牙，反了他了。这次一定要让他拿出足够的诚意来。咱们住着的那套房子，你也可以问他要过来。还有我之前开的那辆宾利，他要是不给，就让他滚。老姐，你什么男人找不到，做他的女人那是给他脸了。不识好歹的狗东西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安静吃饭，你也不怕丢人。温家人狠狠地饱餐了一顿。当温清玄拿着郑峰的黑卡结账时，却怎么也刷不了。好个郑峰，你是够狠的，连卡都给停了。需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不就是让你给我弟弟出2块钱的彩礼钱吗？你也算个男人。妈，要不你先把钱给了，晚点我让郑峰还你。不行，母女之间谈什么钱？谈钱伤感情，没钱。妈，我给你的钱呢？你先拿出来给了再说啊。哼，不可能，这些钱都是我给你弟弟存的老婆本，你弟弟连工作都没有，要是没点私房钱，以后可怎么过日子？说正经的，你还是打电话给郑峰认个错，区8万块，对他来说还不是做个大保健的事儿。温清玄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电话拨了出去。邻桌响起了熟悉的铃音。秦怡，郑峰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秦怡，你怎么和郑峰在一起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约会了。呵呵，怎么几位有意见？眼见几位冲上来要打郑峰，郑峰大呼一声：“来人，有人闹事！”保安立马就进来了。毕竟这是高等餐厅，安保设施还是很到位的。一群保安挡在中间。郑峰，你这个渣男，你不是人！秦怡是我弟弟的女朋友啊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亏我还以为你是个专一的人呢。秦怡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你忘了老子是怎么对你的了？你等着，老子早晚弄死你全家！一会儿功夫，周围聚满了看热闹的食客。郑峰买了单就带着秦怡回家了。王哥，这几个人吃饭不给钱，你把他们带到保安室去，不要影响其他客人用餐。什么？跑我们这喽吃霸王餐来了？呵，小胖子，你是个有种的，8万8一桌的春秋宴，饺子，你混黑呀，这得做了好几年的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这菜不是我点的，是我姐点的，你们要钱找她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本店小本经营，概不拖欠，你们谁会账？给个痛快话，要都不给，那就只能送橘子了。妈，把卡给我。什么卡？我没有，这菜是你点的，你请个客，你自己付账。温博，老头子，我们走，想要钱，还8万8，你个赔钱货，连男人都丢了。这8万8要是再出去，那你弟弟以后吃啥？喝西北风啊！美女，现在怎么办？给个话，这单能不能买了？稍等，我给我闺蜜打个电话。付了钱后，温清玄气哼哼地回到了家里，刚到门口就傻眼了，走廊上堆满了凌乱的行李。雪，怎么办啊？咱们没地方住了。清玄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想想办法，要不你再打电话跟郑峰说，有什么误会咱们说开就好了。你看这事儿闹的。行，我马上打。什么事儿？快说，老子忙着呢。老公，我错了好不好？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原谅峰哥。画面感一下子拉满了，温清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郑峰，你这个人渣，欺人太甚，畜生！电话被挂断了，温清玄气得眼睛发直，差点当场晕死过去。雪，
怎么了？郑峰怎么说了？没用了，净流的是铁了心要和我断绝关系了。下来的时间，郑峰便无暇顾及温清玄一家，开始疯狂囤积物资，改造别墅。温清玄也没闲着，勾搭上江海集团第一公子哥，一家人又重新住进了别墅。在超能力的驱使下，所有物资在第6天下午全部到货，被郑峰一一收入空间中。别墅也改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。我将3楼改造成了室内阳光植物园，2楼卧室加休闲区域，1楼是小动物们的活动区域。接下来就静待末世的到来了，想想还有点兴奋。第7天中午12点，天上的太阳忽然消失，黑暗降临。远处的主干道上，川流不息的车流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、碰撞声，接着气温开始急剧下降。不一会，天空飘起了雪花。末日终究还是来了。仅半小时，原本20多度的气温就降到了0度线以下。外面冰天雪地，惶恐中的人们还在顶风冒雪抢购物资。温清玄穿着一身老旧的破棉袄，瑟瑟发抖的从小区的超市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攥着2根火腿肠，回到了江涛送的豪华大房子里。就2根火腿肠，怎么回事？去晚了，都被抢光了。你说我还能指望你点啥？连买个东西都买不来，真是。温母骂咧着，毫不客气的一把将2根火腿肠夺了过去。都回来了，赶紧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还我，我冷得很。妈，我也冷，你不是穿着一件了吗？你冷什么？你这么年轻，你妈48了，老了，你跟我一个老年人抢衣服。再说这衣服可是我的，你穿自己的去。温清玄欲哭无泪，吃的没自己的份儿，穿的也要抢。行了，别装的一副很可怜的样子，你赶紧给江少打个电话，让他送点衣服食物过来。要是不行的话，就问问他家在哪儿，大不了咱搬去他们家住。他家那么有钱，家里肯定暖和。打了电话没人接听，打不通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问问郑峰，那小子不也住在这个小区吗？他把你的衣服都收回去了，里面还有几件很高档羽绒服、雪地靴。对了，那小子家里肯定也有吃的吧？好歹也处了3年了，这点小忙他不会不帮的吧？温清玄想了想，直接给郑峰打来了视频电话。你不是想看我凄惨的样子吗？我就让你看，就不信还打动不了你个舔狗。看着视频对面，郑峰穿着清凉的衣物，桌子上摆着牛排，面前放着红酒，郑峰还随手丢了一块喂狗。温清玄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温大美女是不是又想搞死我了？不是，我就是忽然想看看你。哈哈，看我有没有被冻死是吧？不是，我担心你，看到你没事儿，我就安心了。哦，那多谢啊，再见。等等，郑峰，你能不能帮我？我们家现在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御寒的衣服，之前都是我太任性了。昨天我仔细想过了，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好的。啊，是吗？我还真那么好？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我知道你还在怨我，可是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。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那时候的你。郑峰也不说话，就让他红着眼睛含着深情的泪水，忍着口水看自己和狗子大快朵颐，一边还要给自己剖析内心，表达深情和忏悔。郑峰，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，你喜欢我，我也深爱着你。你说咱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儿就分道扬镳了吧？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个真心喜欢自己的人不容易，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啊！真的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不能失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离我而去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有多痛，就好像心被掏走了一样。真的？真的。好吧，我信你了，再见。别，等等，还有啥事儿？郑峰，我现在很冷，很饿，你那儿有没有吃的、穿的？要不我来你家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人家都听你的。你不是喜欢人家喊爸爸吗？以前人家不让你碰，那是为了留着最美的一刻，等咱们洞房花烛夜的时候。是吗？那你那个江少怎么办？不要了吗？其实吧，我觉得还是江少适合你。江海集团少公子，8根腿毛都比我的腰杆子粗，跟我实在委屈你了。不，郑峰，你误会了，你才是最好的。而且我和江涛没什么的，我和他其实是为了气你。不过我可以保证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其实一点都看不上他，我只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那好，刚才我们的视频我刚才录屏了，现在就给江少发过去。气不死这孙子。郑峰别发，郑峰，求你了，千万别乱来，江少不好惹的，咱们惹不起。没事，我惹得起，别怕，小乖乖。郑峰，你这个傻鸟，老娘骗你的，你还当真了？温清玄被逼得没办法，自己也录屏了，然后冲着郑峰大骂起来。啊，骗我？不是，清玄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怕我不是江少对手才这么说的，我理解你，不过也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怕他，我现在就发，我要让姓江的知道我郑峰的厉害。怎么办？他要是真把视频发给江少，不对，他没有江少联系方式，我堂堂温女王竟然被那贱男人给耍了，可耻！
好，很好，郑峰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爸，温伯，拿上撬棍和消防斧，咱们去郑峰的家。什么？清闲，你要杀人吗？这可不行。杀什么人？刚才视频我就发现了，郑峰不在这个小区的房子里，我记得他家里还有米面粮油，还有好多高档羽绒服装，咱们去给他搬来。哥，抢东西多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就是拿点米面粮油而已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有江涛姐夫罩着，姐夫那么大的能量，还能搞不定这种小事儿，又不是真杀人。再说咱们总不能饿死吧？咱们家温伯就是聪明，老头子，赶紧的撬门去，让姓柳的小杂种知道厉害。15分钟之后，温清玄3人闯入了郑峰的高层房子里。入门之后，一家人都傻眼了。房子里跟冰窖似的，空空荡荡，别说什么食物衣服，但凡能挪动的东西，包括桌椅板凳床，全都不翼而飞了。郑峰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简直不是人！你留点东西给老子会死啊！温清玄更是气急攻心，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。现在末日刚刚开启，大家觉得太阳早晚会出来，所以行为方式都还没有很大的改变。郑峰已经经历过一次，知道这场灾难的恐怖，人力是不可阻止的。再等2天，电力、交通系统将会彻底瘫痪。这时秦怡打电话过来了。郑峰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冷不冷？有吃的没有？断水了没有？我这边还好，吃的还有一点，也不是太冷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家里人可还好？我这边很好。郑峰，要不你来我家这边住几天吧，等太阳出来了再回去。去你家？是啊，来我家。我猜你那边肯定没准备多少吃的吧？郑峰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很诡异。就在前2天，我这里忽然收到了一批物资，是匿名的，当时我还以为是你送的。哦，那些物资都有什么？好多牛肉干，还有米面粮油，小半车的蜂窝煤。你说这事情诡异不诡异？这么多东西啊，就跟凭空降落在我们家一样，然后就是太阳消失。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就跟安排好的一样。这件事儿，就我爸我妈还有我知道，我也只告诉了你。你听我的，赶紧多穿点厚衣服，现在就来我家，我做好饭等着你。听到秦怡的话，郑峰愣住了，心里略有点暖。秦怡，你听我说，我这边还有吃的，有煤气罐，还能撑几天，就先不过去了。你记住，你家有很多吃的这件事儿，千万不要再告诉任何人，哪怕是亲戚朋友也不要说，因为这场灾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，千万要小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知道的。郑峰和秦怡聊完就开始修炼，本来是要等到百日灾劫宇宙暗能量降，回馈生灵万物才能修得基因元能，没想到自己机缘巧合通过跟秦怡深入交流提前获得。另一边的温母忍不住饥寒交迫，从隔壁少妇那儿借了2斤米，一家人饱餐了一顿。现在又到了午饭时分，一家人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。温母迫不及待理所当然的去敲隔壁少妇，可惜这次敲了很久都没人。啦，我等不了了！今天网上说全世界的太阳都没出来，万一太阳要是一直不出来，那岂不是要饿死？啦，抄家伙！有了昨天拆郑峰房子的经验，这次自然是手到擒来。少妇见这一家人如狼似虎的冲进来，顿时给吓傻了。东北大米这么多，还有面粉、面条、油。等下，要米我可以借给你们，你们不能抢啊！去，滚一边去！这些食物老子都要了。好了，我们是来买东西，不是抢劫，你别乱来。东西就算是我们买的，这些钱足够了。美女，求求你，吃的给我们留一点，大米面我们只要1半，钱我们可以不要，求你了。1半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老子还不够吃呢。一家子很快就刚完了。温清玄刚走，少妇就手忙脚乱的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出去。喂，大哥，我被隔壁的抢了，食物都抢走了。温母煮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第一口饭还没吃，房门就被人一锤子轰开了。来人是陈鹤平，武馆馆主，还带了2个小孩。陈鹤平，伯爷，是他打的你？就是他。我告诉你，我姐夫是江涛，江海集团的江涛。的，给老子打，女的也打，打老子的小妹，老子特么的都舍不得动一个手指头，你算个毛！一顿暴揍之后，陈鹤平将温家人抢过来的物资全都带走。陈鹤平又拿出手机，对着温家人录了个视频。都看好了，就是这一家子，我妹妹好心救济他们，他们竟然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入室抢夺我妹妹的食物，殴打我妹妹，简直畜生不如！今天老子就拿这窝强盗打个样，今后这个小区谁敢这么干，这就是下场。录完，直接往小区业主群一发。温家人第一次末日打劫凄惨告终，而郑峰在1个小时的导引术修炼下来，身体素质提升了不少，力量感满满，但却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这消化太快了，要不是食物足够，这鬼玩意谁敢练？今天就简简单单来个烤全牛。等待烤全牛的过程中，郑峰一边吃着点心撸着狗，刷着手机。这朴实无华的生活实在有点小无聊，还是水深火热比较好一点。咦，隔壁小区的业主群怎么这么燥？这是
陈老哥发的视频，这贱人竟然去抢劫了，还抢了宝月姐。陈宝月正是前世救了郑风的那个人。这一家子真他妈出手，恩将仇报果然是他们的本性。幸好陈宝月还有陈鹤平这个靠山，不然可就惨了。不过好像也是因为我，宝月姐才会和这个贱女人提前碰上的吧？这难道就是命？因为我把温清玄一家子扫地出门，让他提前傍上了江涛，才住到了江涛在陈宝月对门的房子。因为我端了江海集团的物资仓储，江涛一时间顾不上他们，所以他们顶不住，铤而走险。陈鹤平发的视频还是很有轰动效应的，一时间整个业主群沸反盈天，许多人直接开始问候温清玄祖宗18代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。陈鹤平，放你娘的狗屁！你闯我家打我女朋友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还有那些满嘴喷粪的，现在老子给你们个机会，带上食物送到6栋17楼我女朋友手中赔礼道歉。刚才骂我女朋友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不想送的你们等着，晚点老子带人一家家拜访你们。业主群里一片安静，这就是江海集团江涛的震慑力。小区的业主都知道江涛，小区的物业就是江海集团旗下的物业公司，保安都是他的人。呀，江少，原来你女朋友住在咱们小区啊！江少放心，谁敢欺负你女朋友，我王生第一个不放过他。要我说，陈鹤平，你简直不要脸了！打女人、抢女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也不想想江少女朋友一个小女生怎么敢去抢你陈大馆主的妹妹？就是嫂子柔柔弱弱的。江涛，你少他妈跟老子装逼！别人怕你，老子不怕你。那贱人抢劫打人的监控在老子手里，老子现在就发给你看。陈鹤平被管理员禁止发言，这波操作把郑峰都给整无语了。随后江涛把温清玄邀请进群。各位，这就是我女朋友，从今天开始她就是小区的物业经理了。清玄宝贝，我手里还有点事儿要处理，暂时不能过来，不过你放心，待会儿会有人给你送食物过去的。今后疏林小区你说了算，谁忍你就直接召唤保安队上门服务。江涛，我这房子被人打坏了，玻璃也碎了，冷得很，我准备搬家到7栋16楼，你让人把东西送到7栋16楼吧。我的冬装找不到了。没问题，刚才点名的那些人看到了吧？7栋16楼，别让老子久等。几个业主狗腿子还有保安队的人纷纷回应。看着手机里跳动的信息，郑峰额头青筋狂跳。我去，这贱人还真是时时刻刻不忘报复老子，住老子的房。很好，很快老子就会让你知道，老子的房不是那么好住的。小区保安在江涛的威慑下，很快就帮温清玄搬进了郑峰家里，送食物和取暖衣物的人也络绎不绝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客厅里就堆满了来自业主们的赔礼。看看，这才是人家豪门富少的做事风格，这才是能耐。那个郑峰给江少提鞋都不够格。没错，要我说，老姐以前就是眼瞎了，白白在郑峰那个人渣暴发户身上浪费时间。要是早跟江少，咱们何至于此？你们说的对，我以前是错付了。郑峰和江涛怎么比？他能一句话就让整个小区的业主都对我毕恭毕敬。哼，姓刘的，你以为老娘陪你虚度这2年光阴是白费的？你等着吧，这房子只是利息，老娘要让你倾家荡产，要让你像狗一样趴在老娘面前求饶。江涛收拾你一个暴发户，简直不要太简单。温母煮上饭，炖好肉，又炒了几个好菜，温博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开动了。等等，姐，干嘛？别急，我要让郑峰看看，也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业主看看。说完，拿起手机，将桌上丰盛的饭菜发到了业主群。康啊，姐，你可真够损的！这大冷的天发这个，那些业主们不得气的吐血，这可都是他们的存货。就是要让他们吐血。这个小区的业主一个个眼睛比天还高，平时总看不起咱们，现在知道老娘的厉害了吧？温清玄扬起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然后直接给郑峰挂去了视频。郑峰，再猜我在哪儿？在你爷爷家。康啊，刘贼，我们是在你的房子里啊！你个傻逼，我爷爷的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我这个弟弟脑子里装的是米田共吗？郑峰，我现在在你家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离开你，我活得更好更充实。温清玄说着，将摄像头扫了一遍房间里物资，最终停在那份大餐上。怎么这么多吃的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当然是江少让人送的了。江少只是一句话，整个小区都来给我送吃的。哇塞，好厉害！怎么样，你那边还有吃的吗？没了，好饿哦。这太阳还不知道会不会出来，冰天雪地的，没了食物可怎么办呢？人家好担心你哦。没事，我很好，不用你担心。想吃吗？想就过来求我啊！只要你在我面前跪着磕3个响头，把我的鞋子舔干净了，我就给你一只鸡吃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比我这个稍微差点。你烤了一整只牛，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，可恶！看着眼前丰盛的饭菜，温清玄忽然感觉不香了。那混蛋竟然过得这么好，不行，看他过得这么舒服，我就不舒服。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弟，你想不想找郑峰报仇？想啊，他抢了我女朋友，我都想弄死他。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郑峰都哪里去了。秦一珠哪儿你应该知道吧？
知道，他家住的棉房小区，我去过的。老姐，你是要我去收拾那个贱人吗？没错，就是秦毅这个贱人。秦毅一家子，他母亲生病，他爸也是个老病鬼，不足为虑。你今晚就去他家，他不是装清高吗？扭扭捏捏，推三阻四的，看不上咱们家吗？今天你就把他给办了，办的时候记得录个视频，录好点，我要让郑峰看看背叛我的下场。对，秦姨那个小贱人本就是咱们家的媳妇儿，温伯你就过去跟她成亲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出了事儿有你姐夫罩着，咱不怕。我记得秦姨家里是做包子卖的吧？她家里的棉肯定不少，以后这太阳要是不出来，食物就是重中之重。办了人之后，再把粮食抢了，总不能咱们家挨了饿，还让这贱人大鱼大肉的吧？没错，老姐你说的对，就这么干。这个小贱人跟老子的生活装的比矿泉水还纯，一副不乐意的样子，看老子的眼神就跟看大贝一样。老子还以为她是天上的仙女呢，没想到转头就去跟郑峰滚了床单。这贱人怕是屠刘贼励志大吧？老子的也不差。好了，别说了，秦姨家我就不去了，你和爸妈去就够了。记住，视频拍好点。姐，你放心，你弟弟我的拍照技术绝对棒，艺术家级别的。温清玄一家的密谋自然是没有逃过郑峰装在灯上的监控。哼，贱人，我这是给你脸了是吗？抢老子的房子，还想欺负老子的女人，找死啊！郑峰迅速带好装备，在温家父子必经之路埋伏起来，等了5-6分钟，才远远看到3个人骂骂咧咧的向这边走来。太冷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，等雪化了再去收拾那个贱人也不迟啊。不行，你姐说的不错，这个仇咱们必须报。儿子你忍着点。刺眼的灯光亮起，接着大铁棒就抡了过来，一家3口都没看清来人，各自膝盖上就重重的挨了一棍。还没等众人反应，郑峰抬脚朝温博的要害踩下去，温博直接痛得晕死过去了，然后迅速离开，绕了个方向直奔自己16楼的房子，将里面所有的东西收入空间中。刚出小区门，远远的就看到了温清玄带着7、8个保安抬着父母弟弟。姐，我的腿好像断了，那里也疼得很，你赶快送我去医院啊！我问过江涛了，医院那边根本排不上队，还断点了，去了也没用，你再等等，江涛说他会想办法的。温清玄推开门的一刹那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了。水，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抢我温清玄的东西？老王，赶紧去查监控，这一会儿功夫就把家里搬空，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。是，嫂子，我马上就去。保安刚离开，温清玄第一时间拿起电话，将家里被洗劫的情况跟江涛说了。随后江涛跟陈鹤平又在群里杠上了。我去，我这不是把陈老哥给坑了？这江涛也太能联想了。陈鹤平也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自然不会让别人把屎盆子轻易扣到自己脑袋上。半小时之后，江涛带着几个精壮的大汉，还有1名骨科医生，终于赶到了树林小区。王医生，怎么样了？膝盖连同相连的腿骨都被砸碎了，粉碎性骨折，碎得太彻底了。又在低温下冻了这么长时间，肌肉组织都有坏死了，情况很严重，只能去医院了。医生，我这儿呢？这个情况不容乐观啊！这小胖子大概率是个太监了，而且还是个残废太监。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看清楚了吗？江少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应该不是陈鹤平。今天他带着几个徒弟和朋友一起窝在家里玩牌，而且陈鹤平这个人不喜欢玩阴的，有什么都是正面来。到底是谁？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郑峰？我爸妈弟弟他们刚想去收拾秦毅那个贱人，刚出门就挨打了，回来之后家里又被搬空了。这件事儿应该不是郑峰干的，他就算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能耐，转眼间就把这个家搬空，肯定是我的仇家盯上你们了。你们的一举一动应该都在这些人的监视下。什么？不是郑峰，也不是陈鹤平，难道是那个贱人？江涛所说的贱人正是自己的小妈。郑峰完全不知道自己那一通闷棍坑了江涛的小妈。没想到温清泉这贱人竟然黑化的这么快，这么歹毒。要不是那边有监控，秦姨今天就麻烦了。不行，得提醒一下秦姨。喂，郑峰，你那边还好吧？还好，你这是在哪儿？在防空洞啊，我们棉房小区是老单位，以前备战备荒的时候挖过防空洞的。这个防空洞就在我们家院子的侧旁边，我爸知道位置。今天实在太冷了，我爸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就临时搬进来住了。那太好了，你听我的，赶紧把家里的粮食燃料全都搬到防空洞来，以后就住防空洞。郑峰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温清玄一家，他知道你们家在哪儿，今天来找你们麻烦，幸好被我半路锤了一顿。好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把所有东西搬过来。对了，郑峰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感觉我的力气好像变大了很多，就从那天我们那个以后，反正50斤的米我轻松能扛2袋。不是吧？秦姨那柔柔弱弱，除了馒头大之外，纤腰细胳膊细手的，轻松靠2袋50斤的大米，这提升有点爆啊！难不成这个新兰戒还是个双修戒指？确定秦姨那边没问题之后，
郑峰放心了，转眼间已经到了末日第7天，断水、断气、断电，只有网络通讯还在散发着最后一丝亮光。忍耐到了极限的人们开始刨开积蓄，抢夺物资，而温清玄已经正式晋升为温女王，带着江涛麾下的保安队在小区疯狂抢夺物资，可谓是出尽了风头。房间里堆满了胜利品。涛哥，家里那边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那个贱人脑子里有包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做事儿还畏首畏尾的。不过这次老爷子支持我，集团的几个老将也都站在我这边，这次稳了。那可不是，那女人号称什么商业女皇，在平时她的商业手段自然派得上用场，可现在这是末日，什么最重要？拳头、粮食、能源最重要，她那一套不行了，只有抢到尽可能多的物资，咱们才能在这暗无天日的末日中生活得好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理。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，有了这玩意，咱们以后想怎么浪都可以。枪，你哪儿搞到的？这算啥？以我们江海集团的能量，弄点枪支弹药还不是洒水的事儿？我爹的卫队还有长江的。好，有枪就有粮，有粮就有一切，咱们的下一步计划可以开始了。清玄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军师。就在此时，躺在里间的温博忽然哼唧了起来。江涛，我爸妈，我弟弟现在怎么办？清玄宝贝，别着急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接他们去我们江氏自己的医院治疗的。在温清玄的催促下，江涛带来几个小弟，将瘫痪在床的温博、温父、温母抬走了，而温清玄和江涛没有跟去。涛哥，如你所说，咱们家的物资应该不多了吧？要说物资紧缺倒也不至于，集团仓库虽然被劫了，可其他地方还有一些，昨天晚上又抢了一些，供应我们生活肯定是足够了。要说多，肯定是不多，养不了多少人的。既然不够，那就想办法，粮食物资越多越好。办法？哪还有什么办法？城里但凡有存货的地方都被清理过一道了，那些店铺、批发市场，现在比狗舔的还干净。商铺市场仓库没了，居民家里不是还有吗？江海集团旗下的物业公司不是管理着很多楼盘吗？你看好了，我给你打个样。温清玄拿起了手机，在树林小区业主大群里直接艾特全体成员。各位业主，最新消息，接官方最新通报，经科学院最新研究得出结论，太阳消失是因为地壳中的一种黑色物质随太平洋火山喷发，短时间内遮蔽了太阳光，造成了全球大范围降温。现在这种黑暗物质已经开始逐渐消散，太平洋中部已经重现光明，而且光明区域还在扩大。据专家推断，太阳将在2天之后重现人间，届时全球气温将会回升。我靠，这女人真他妈是个人才！什么不知名的黑色物质，什么科学院专家，欺天谎言，张口就来啊！看着群里刷刷刷不断闪动的消息，郑峰心中暗暗为这些人默哀起来。官方通知，暂时委托各小区物业公司负责生活物资的管理和发放。官方要求必须做到不饿死一人，不冻死一人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官方肯定是不会抛弃我们不管的。喂，温经理，既然官方都这么说了，那还不赶紧给大家派发物资？我家都已经断粮1天了，我家3栋501没有燃料了。我要吃肉，5栋1702。温经理，我们家妮妮发高烧了，有没有御寒的衣服、被子什么的？瞬间，温清玄这位临时上位的物业经理就化身成了大救星。清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真的想给这些人发物资吧？这么多人家，几十栋1、2千户人家，5、6千人了。急什么？各位，稍安勿躁，按照官方推算，少则5天，多则7天，冰灾就会彻底解除。但是现在许多人家已经断粮了，而我们物业公司手里也没有现成的物资，所以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也为了让每一个业主有尊严的活下去，上级委托我们物业公司收集每一位业主家里的粮食、燃料、物资，然后按照需求分配到每家每户手中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值此艰难时刻就应该同舟共济，相互扶持。相信我们，灾难虽可怕，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灾难就战胜不了我们。郑重提醒，这是官方的命令，有违反者，我物业公司安保人员有权利强制执行。厉害，清玄，你这一手简直了！我这就让咱们的人挨家挨户去收集物资。老婆，你真是我的天命女军师，简直太特么棒了！行了，别忙着佩服了，让你手下其他小区物业公司的人照着我的办法来，先搞一批物资再说。这么多人家，积少成多，也是一笔大丰收。这个玩的有点大了吧？这么多人，要是没了物资，怕是要死很多人的。万一闹起来，怕什么？是谁说的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？都这个时候还妇人之仁，难怪你斗不过你小妈。再说了，这些人早晚都要死，与其浪费粮食，倒不如贡献出来，让其他人更好的活下去。行，那就这么干。我现在就让其他小区也行动起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有些垃圾人口活着就是浪费粮食。清玄发布的消息成了没粮人家的希望，可郑峰重活一事又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？大家不要相信这个满嘴谎话的女人，官方已经实施了星火计划，根本不会管我们了。她只是想骗大家的物资，
各位，正风兄弟说的是真的，的确有星火计划这回事儿。大家不要相信物业公司，更不要相信这个女人，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官方授权。群里一片寂静。如果说正风的话不可信，但陈鹤平都这么说，就不得不信了。大家都知道陈鹤平为人正直仗义，温清玄气的脸都变形了，刚想把两位踢出群聊，转念一想又忍住了。你正风不是喜欢给姑奶奶捣乱吗？姑奶奶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，看着老娘是怎么横躺末世的。另外为你准备的豪华专人套餐很快就要到了。这两个人实在太可恶了，要让我逮到机会，一定弄死他俩。行了，这事儿我会处理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集人手，尽可能多的收集物资。收到物资之后，你先派人给几家确实困难的送点吃的过去。真送啊？你懂什么叫做作秀吗？这个也要我教你。送物资过去，顺便让他们拍个视频发到群里，大家不就信了吗？对哟，这就跟钓鱼一样，我家清玄就是厉害。清玄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，我的清玄胜过10万雄兵了。另一边，陈鹤平加了正风私信：小兄弟，你和温清玄、江涛有仇啊？仇还不小。那你可得小心点，江涛父子手黑得很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还有我成立了一个互助会，你也来吧，大家一起才不会被欺负。说完就把正风拉入了一个私群中。陈老哥动作还真快，可惜不是人人都和他一样，而且这群里已经埋下了江海集团的眼线。各位，江海集团的人已经开始上门讨要物资了，我现在带人到一栋，给他们立个规矩，愿意来的现在带上趁手的家伙过来，来了就是兄弟，不来的自动退群，以后吃亏倒霉别来找我。陈哥，我现在不在小区，我家被温清玄占了，这次来不了了。不到20分钟，互助群开始踢人，可惜没有把内奸去除。各位，我和江涛达成协议了，我们互助群的人不用上缴物资，我们也不去管他们的糟烂事儿。接下来我还会加些兄弟进来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就不会被人欺负了。陈哥，这个刘老板是谁？刚才他好像没来。他叫刘正风，就是在大群里拆穿温清玄的人，他的家被温清玄占了，住在别处，所以没敢过来。原来是刘兄啊，刘兄现在住哪儿？我在亲戚家，具体地址不方便说。这边温清玄开始收集物资并不顺畅，直到3个业主在群里相继现身说法，还将自己分到的物资在群里炫了一下之后，就容易多了。看看，我就说这么大的事儿，温经理怎么敢骗我们？那个叫正风的傻批，你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温经理神仙一样的人，也是你这种人渣能诋毁的。这个正风我知道，这个人渣之前追求咱们温经理，被温经理拒绝，所以才含恨报复的。温经理这样的女神，也就咱们江少才能配得上。对于群里的消息，正风并没有太在意。晚饭时间到，刚刚开动，温清玄的视频就过来了。这娘们又想干什么？老公啊，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家里还有吃的吗？冷不？那啥，温清玄，你不是一直管我叫爸爸的吗？你这人真不识抬举，人家就只叫过你一个人老公的，连江涛都没这个待遇呢。我特么谢谢你全家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一点风度都没有？人家还准备以后将你驯化成狗后，继续叫你老公呢。当然叫爸爸也可以。我去，这毒妇起飞了，还想驯化你爸爸？来来来，老公，让你看看我今天的战利品。老公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的物资可是堆都堆不下了。之前我们的2家邻居被我赶走了，现在又来一批货，哎，真是愁人。看来还得把15层、14层的人也赶走才行。怎么样，没把我的计划破坏掉？老公，你是不是很生气呢？正风算是认识到，有些人天生就是坏到骨子里的，连骗带抢5000人的活命物资，转头还要把邻居赶到冰天雪地里去。温清玄摄像头一转，对准了饭桌上一桌家常菜。怎么样，老公，想不想吃？很香的，你要是想吃就说一声，我之前说过的话永远算数，只要你愿意继续做我的舔狗。做你妹，看好了，蠢妇。正风直接将摄像头对准自己的大餐，一只烤全羊，外加一堆硬菜。温清玄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老公，看到你过得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，再见。温清玄气得脸都扭曲了，而正风脸色同样很不好看。温清玄这件表，好像我收拾他越狠，他过得越滋润啊，是该对这茶表做点什么了，不能再让他继续发育下去了。晚饭吃完，业主群里已经有人按捺不住了，各种声音都在催促快点发物资，然而没有人回应，直到第2天早上温清玄发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昨天骗了大家。其实昨天正风说的是对的，我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。正是有了大家的慷慨奉献，才成全了我今后的幸福生活。这就叫牺牲千万家，成全我一个留下人类文明的火种。放心，你们每位奉献物资的业主我都记下了。如果将来冰雪散去，我会给大家立个功德碑的。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，或者不敢相信。不是，小仙女，你肯定是在和我们开玩笑是吧？肯定是开玩笑的，温经理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骗我们？温经理，你说句话，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发物资啊？我饿晕了又醒了，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怕是要归去了。我真的没开玩笑，大家要是不信，可以再等2天，
看看我会不会良心发现。悦耳的声音彻底刺破了业主们心中的最后一点希望，业主群彻底疯了。业主的粮食物资全被温清玄所骗走，所有业主决定奋起反抗。站住！再靠近老子就要开枪了！怕什么？咱们这么多人，就不信他敢开枪？他有几颗子弹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退缩？等死吗？跟我一起上！谁敢开枪就弄死谁！为了家人，吞了！说完便冲在最前面。此时郑峰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。人倒是很多，可惜一群乌合之众。对面的保安人数不多，但一个个装备精良。就在这时，枪声忽然响起，温清玄一枪打业主，一枪干自己人屁股上。跟这些垃圾废什么话？谁不服就杀谁！给你枪，不是让你吓人的。是，嫂子。我数到3，再不散开就给我杀！周龙照死死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大冷的天，汗都流出来了。贱人，想当社会大姐啊？问过你爸爸没有？郑峰拿出棍子，直接爆了王强队长的西瓜。有刺客！周龙照立刻反错，一个飞扑夺下了温清玄手中的枪，枪响声、惨叫声乱成了一团。再给你们加把火！上啊！都他妈怂逼是吗？不动手的等老子抢到物资，一个也别想要！上，一起上！怕什么？跟着五哥干啊！有了郑峰这个金手指的帮助，又有周龙照的带领，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很快，保安们就彻底落入了下风。温清玄，老子这次看你怎么玩！郑峰收好弓弩，转身离开了。好好，弟兄们，跟我上，先抓住那个贱人！等众人冲到16楼，砸开门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温清玄的踪迹。妈的，为人继续给老子去找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，让她做人质，不然咱们兄弟不得安宁。大哥，不好了，那些人在抢东西！老子刀口舔血抢下来的物资，这些贪生怕死的狗东西也敢抢？走！周龙照带着2个拿枪的小弟冲了出去，抱了一个背着大女人的西瓜。周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周哥，刚才动手的时候，我们也出力了，我还砍了一个保安一刀，你看，刀子上都还有血的。好，都给老子听好了，这些物资是老子抢来的，现在由老子来分配。刚才跟着老子一起动手的，刀子上、兵器上带血的人出来。一下子出来20来个人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我周武的兄弟了，有老子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们一口。至于其他人，都给老子滚！我数到3，再有逗留者，杀无赦。所有人带着不甘和怨恨散去了。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给我一家家的搜，一定要把温清玄给我搜出来。是，大哥。1个小时之后，负责搜寻的3个小队回来了，却都说没有找到温清玄。抓不到温清玄，一切就没意义了。周龙照这才反应过来，今天的事情如此顺利，明显是有人推波助澜。这是有人在拿老子当枪使啊！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弟兄们去仓库拿东西，多拿肉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拿上咱们赶紧走。等郑峰回到树林小区的时候，就看到周龙照带着30多名小弟往小区外去了。好吗？老子给你创造机会，你他妈就扛几块肉跑路？这周龙照太他妈狗了！本来还想看一场大战呢，现在是没得看了。郑峰嘿嘿一笑，迅速去把剩余的物资全部收入空间中，而温清玄被一个饿了3天的女人救了。黄姐，你放心，等会儿江涛带人来把那些人干掉，仓库里的食物任你搬，只要你能搬得走，就是你的。当江涛带领着一群人马冲到小区的时候，所有人彻底傻眼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物资，我的大米，我的肉！周龙照，老娘跟你没完！陈鹤平，老娘要你去死！清玄，这里面还有陈鹤平的事儿。当然有他，就是他暗箭伤人，要不是他用剑杀了王强，用剑偷袭我，周龙照怎么有胆子和我们干？好个陈鹤平，老子不来动你，你竟然敢先动老子！清玄，你说咱们先干谁？是姓陈的还是姓周的？先让人去找到周龙照，把这畜生给我宰了。他要是不死，以后小区的见你们都有样学样了。没错，这小子必须死。至于陈鹤平，先找人去探一下他的底细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被抢的物资找回来。清闲，现在这边物资都没了，不如你跟我搬到江岸小区去，那儿也是我们的据点。我给你留了房子。让我搬去江岸小区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敢让我住你家？那个清闲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。我现在要是把你带回去，我爸就能把我的腿给打断了。刘燕他爸刘能可是我爸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他是我们江海集团的元老，掌管着集团旗下最重要的安保公司。咱们手中能打的人，有一多半都是他手下。这么说，你是准备让我一辈子做你的小三了？清闲，我要这么想，我祖宗18代都不是人，生个儿子没屁眼。你放心，刘能只是我们江氏的一个工具而已，早晚弄死他，到时候你就是我们江氏的女主人了。行，我相信你，肯定能做到。我不去江岸小区，我就在这里和这群混蛋耗上了。你赶紧让手下的人把物资全都集中到6栋来，把人马也调来一些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基地，我们的家。什么时候你把刘能做了，我什么时候再过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边郑峰刚进别墅小区，就在雪地里发现了许多新鲜的脚印。卧槽，这么多人，该不会是周龙照那个大聪明吧？妈的，
绝对不能让这群畜生在别墅小区站稳脚。哈哈，大哥，这小娘们叫的真特么动听。还是大哥英明，都说住这里的女人一个个貌美肤白，待会儿老子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。老三，你想屁吃呢？那是咱们大哥的女人，这个小区的女人都是大哥的。郑峰取出了弓弩，对准了目标，嗖的一尊抱了几个小弟的西瓜，快躲到墙脚下，快点！接着又是嗖，几声抱了几个小弟的西瓜。陈和平，陈哥，快停下！我服了，别射了。陈哥，你话下到来，只要给兄弟们一条活路，你说啥是啥。陈老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背锅了。陈哥，到底怎么样？你说句话。陈和平，你不是号称武的第一吗？藏头露尾算什么英雄？出来，老子跟你一对一单挑。等了一会儿，周龙照终于熬不住了。各位，听我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所有人都得死，必须冲出去。老九、老七拿着防爆盾冲在前面，所有人跟着冲出去。这次郑峰没有动手，他要留着周龙照给温清玄那女人制造麻烦。小兄弟，今天那几件是你试的吧？是我做的。我就猜是你小子，呵呵，不错，干得漂亮。今天我是出去了，没在，不然也是那贱女人2件。不过小兄弟，我可提醒你，下次不能再这么冒险了。江涛那小子今天又带来了不少人，还有几杆长枪。多谢老哥提醒，今天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。算不上麻烦，早晚要对上的。你也知道，这女人早就看你我2个不顺眼了，现在肯定是在憋着怎么弄死我们呢。要是哪天老哥我被她干掉了，就由你给我报仇了，呵呵。两人闲聊了几句之后，便挂断了电话。这陈老哥还真是提醒我，是该弄2把枪了。郑峰刚准备按计划出门去搞枪，秦怡的视频就来了。秦怡，你怎么了？郑峰，我爸忽然发高烧，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，你那边有没有药？别着急，你要什么药？我看看有没有。退烧药、布洛芬，还有抗生素。正巧家里还有2盒，我给你带过来，你等着。不到10分钟，郑峰就到了。喂下布洛芬之后，秦父的情况终于稳定了一些，母女2人才算松了一口气。郑峰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小姨她爸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阿姨客气了，我和秦怡是朋友，相互帮助是应该的。郑峰，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吧？要不搬过来和我们一起，人多了也热闹，相互间有个照应。反正我们这里吃的还多，也不怕饿着。谢谢阿姨，不过我那边暂时走不开。随后郑峰就根据前世记忆找到了那个军械库，里面装武器的箱子堆得跟小山一样，不到10分钟就被郑峰一一收入空间中。这一套值大发了，不仅手里有家伙了，而且还截胡了潜在的未来敌人。郑峰回到别墅，打开手机，发现温清玄正在秀他的大餐，别人越骂他，他越开心。这女人怕是心里已经扭曲变态了。狂欢吧，现在有多爽，明天你就会有多惨。我就喜欢你从云端跌落的样子。好了，看在你们骂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我给你们一个温饱的机会。温清玄随即将郑峰的照片发在群里，用食物悬赏找郑峰的住处，群里顿时掀起不小的轰动。至于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姓刘的，不仅仅是因为我和他有仇，而是因为此人家里有大量的物资。前天他还给我直播烤全牛呢，他家里养了10-20只宠物，养得膘肥体壮。怕业主们不相信，温清玄还发了2段偷录的视频，群里瞬间就炸锅了。郑峰，我说过要让你后悔，要让你生不如死的，现在只是开始。喂，老公啊。错了，你应该叫爸爸。老公，你脸色好像不太好啊，是不是冻着了？我的脸色又不好吗？那就是被吓到了。刚才我在群里发的消息，你都看到了？看到了，很歹毒，像你。人家哪儿就歹毒了？人家只是想见见你，人家想你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告诉人家地址，人家过去找你。不用，我会找你的。找我？这么说你答应做我的狗子了？我做你爸爸。爸爸，滚！大群里，郑峰已经被人艾特爆，威胁、敲诈勒索、道德绑架、金钱攻势、美女攻势，几乎什么招式都用上了。对于这些人，郑峰不会有半点的怜悯。各位，别浪费口舌了，想活下去就得靠自己。我又不是你们的爹，凭什么帮你们？郑峰一句话直接炸锅，面对骂声，郑峰直接开启了吃火锅直播。各位，骂吧，你们越骂我吃得越香。对了，再提一句，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啊，在我看来还真的不如狗。那你们跟狗做对比，那是在侮辱狗。本来还不想搭理你们，你们倒是蹬鼻子上脸了。咦，我这是堕落了？怎么变得跟温清玄那贱婊一样了呢？不对，不一样，老子怎么能和那个贱婊一样呢？老子是被动复仇，这女人是真变态。吃过早餐，郑峰就来到了温清玄对面楼层，找好位置准备狙击。而温清玄此时正在和江涛吃早餐。江大嫂今天怎么舍得过来了？你那个小未婚妻没为难你？就别提那个贱人了，妈的，提起来就生气。怎么，人家看不上你？呵，那个小贱人不就是仗着他爸手下人多，我老爹不敢动他吗？一天天在我面前拽得跟258万似的，
看老子那眼神就跟看一坨屎似的，早晚有一天老子要……砰的一声，双层保温玻璃碎裂，江大少被爆了西瓜。有刺客！这怎么办？江涛的死，他爹江龙会不会报复到我身上？不对，快，凶手就在对面，就在7栋，赶紧给我封锁7栋，一只蚊子都不能放走！快！可惜了，没有打到温清玄。江氏集团的人马反应还是很快的，可惜郑峰已经快他们一步离开树林小区了，找了个地方埋伏起来。江龙死了儿子，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？说不定这老小子就会自己过来。江龙大佬，准备好迎接金属风暴吧！保镖们一无所获，江龙在第一时间也接到了消息，打电话给曾彪，给我把那个贱人看住，等我过来处置这个贱人。要不是他，我儿子怎么会死？老板，我马上把那贱人看起来，快去2个人把温清玄带过来。队长，温清玄不见了。什么？快去找，一定要把这贱人找回来，不然我们都要死。江涛一死，温清玄就意识到接下来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了。他第一时间将所有人都赶去6栋抓人清场，自己则是装了一大包食物跑路了。到底是什么人在害我？要是让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约莫20分钟之后，小区进来了20来辆车。来吧，大佬，接受正义的审判吧。机枪发出令人愉悦的气息，子弹宛如瓢泼的大雨，照向了车队。这感觉真他妈的爽！当对面开始反击时，郑峰则是迅速撤退。反观江龙这边一片惨状，但江龙坐的车子经过改装，所以并没有大的损伤。躲在数百米开外的温清玄同样看到了这场绚丽的焰火秀，隔着老远也被吓得目瞪口呆。也不知道江龙是不是死了，要是死了就好了，不然我爸妈和小弟就惨了，这混蛋可把我害死了。然而温清玄根本就想不到，就因为自己的悬赏提前给自己下了催命符，让郑峰决定提前终结他的狗命。你这是怎么搞的？温清玄一脸尴尬，你那个温暖的末日堡垒停电了吗？怎么黑乎乎的，都看不出你盛世美颜了。郑峰，你就别说我风凉话了，我和江涛闹掰了，江涛那个混蛋想占我便宜，可是我心里只有你，所以我在挣扎的时候不小心用枪打死了江涛，逃出来了。不是吧，你这么猛的，那可是江大少啊，你就舍得？说完，郑峰咬了一大口鸡腿。温清玄看得咽了口口水，镇定道：人家不是心里有你吗？这一个情急就把江涛杀了。郑峰，我为了你可是惹下大祸了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不会，当然不会，你对我一往情深，连江副少都杀了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，我来接你。那个还是你告诉我，我去你那儿吧。这大冷的天，你要是出来冻病了可就不好了。没事，我衣服穿得厚，你快说。还是我来找你，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。江东花园3栋250，你来吧。香喷喷的叫花鸡，我给你留着。江东花园啊，好，你等着，我很快就来。温清玄挂断了视频，然后摸出了怀里揣着的小手枪，开始犹豫起来。要是这贱男耍我怎么办？或者出卖我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先等2天，看情况再说，反正有压缩饼干。就在刚刚，江龙唯一的儿子被杀，温清玄不得不从他的末世堡垒逃出，而江龙悲痛欲绝，大张旗鼓要给儿子报仇。曾彪，温清玄那个贱人抓到没？要不是这个贱女人，我儿子就不会放着好好的江氏庄园不住，跑到这个鬼地方来。没抓到。好，把几个小队长还有核心骨干都给我请进来，我有话说。很快，几个小队长、核心骨干都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江龙面前。不用害怕，今天的事情不怪你们，刺客是有预谋的，目的就是先杀死我儿子，然后引诱我过来。是哪个王八蛋敢算计咱们江氏？老大，你说出来，我老黑去宰了他。是咱们内部的人。之前咱们集团的存货上百亿的仓库，所有物资不翼而飞，这件事儿就是咱们自己人干的。再加上这次有些人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上位了。可惜他的话郑峰这个老六没听到，不然一定会笑坏肚子的。大哥，你说的是刘能？刘能那可是大哥的左膀右臂啊，手下的卫队更是江氏之中战斗力最强的。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？我已经打电话让刘能调人过来了。我们过来的时候遭到了猛烈的火力袭击，如果这次他不来或者没被袭击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万一刘能不是幕后黑手，且带人应命前来的话，那不是要被幕后黑手再来一次屠杀了吗？老大为了给儿子报仇，刘能这样的老兄弟都能给卖了。现在你们几个立即带人埋伏在7号、6号、8号楼还有楼下掩体处，等待命令。是。郑峰并没有回别墅，而是换了个地方继续隐藏起来。作为猎人的直觉告诉我，今晚应该还有大戏要上演。果然，没多久，一个车队疾驰而至，带一群人进入树林小区之后，很快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还有爆炸声。我去，狗咬狗啊！这大戏真他妈精彩！只是半分钟时间，上百人就躺倒了超过一半。
干得漂亮！我一枪竟然干出了这样的连锁反应，还好死的是江涛，要是死的是温清玄，那今天这场大戏十有八九是看不到了。哈哈，这年头还是做老六爽啊！今天对于郑风来说是收获满满，一回来就好好庆祝了一番。可惜了，温清玄这贱人没落到老子手里。就在此时，一条消息引起了郑风的注意。各位，我是江海集团总裁江龙，现发布悬赏令，悬赏贱人温清玄，凡有提供其藏匿所在者，赏牛肉100斤，并可加入我江海集团，享受集团物资供应。尼玛，风水轮流转，这就是悬赏你爸爸的下场。江龙的悬赏消息一出，全体炸锅，江龙直接全体禁言，然后放出了几张温清玄的父母、温博正在受刑的照片。贱人，限你3个小时之内滚到江氏庄园来，不然老子就让你一家子把满清十大酷刑都尝一遍。哈哈，爽！这照片真他妈下饭，比白先生的艺术照还下饭。看着手机里温父、温母和傻子温博凄惨的样，郑风心情大好，前世被割肉剜骨的怨恨顿时消散了不少。江龙干得不错，看在你这么给力的份上，以后老子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当温清玄看到江龙折磨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和视频，顿时就给气疯了。江龙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要你死！还有昨天那个混蛋，别让我知道你是谁！末日第11天，郑风摆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，然后给温清玄挂去了视频。清玄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都等了你1晚上了，你怎么不来找我呢？我现在被江龙悬赏追杀了，我死了不要紧，可不能连累你，所以暂时就不过去了。温清玄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山珍海味，直接选择了挂断电话，他怕再多看一眼就真的跑过去。这女人越来越精了吗？叮的一声，江龙艾特了全体成员，内容是2条视频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温父、温母和温博被3条狗链子拴着，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吃狗翔。温清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父母家人正在为你的犯下的错误买单。你要还是个人的话，现在就来江氏庄园，我江龙可以人格保证，只要你乖乖过来，我就放了你的家人。姐姐，救我，我好疼，我不想吃奥利给啊！温清玄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做了祸是自己跑了，让你妈给你背锅，你还是人吗？青霞，求求你，快来换我们出去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和你弟弟都要死了。手机屏幕前的郑风也被江龙这一手给装到。我去，还得是社会大佬啊，够狠，够缺德。温清玄是超级伏地魔，没错，但那是在他还有办法有退路的时候，实在没退路的话，父母弟弟也不是不可以牺牲的。很好，看到你们一家子过得这么凄惨，我就放心了。